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从这个故事里面呢，我们提出5个问题。这5个问题呢，都是跟这个故事里面相关的结构有关的。首先呢，当然让我们拿着放大镜，找一找故事主轴的完成貌动词，把它加以分类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主要的动词是来到跟说 dumating, sinabi. 那你看这2个动词，无论是 dumating 或者是 sinabi， 在老师的解说上面都写着 PFV， 所以是 perfective， 是完成貌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要打造他的房子，所以第1只小猪打造了什么什么，第2只打造了什么什么，第3只打造了什么什么。Itinayo, itinayo, itinayo. 所以那个 itinayo 啊，打造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主轴连贯的动词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老师的主语速的翻译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itinayo 是一个IF 是 instrumental focus， 这个是我们在后面会继续讲到的所谓的工具焦点啊。那它是 PFV 是完成貌。接下去这几个红色的主轴的动词，你看它来了，对不对？大野狼来了，然后呢，看见啊 ，nagita 那个大野狼看见什么呢？接下去看见了小猪的房子，于是他就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那个如果你不让我进来呢，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了。结果呢，把房子给吹倒，倒了以后呢，吃到肚子里面去。Dumating, nakita, sinabi, napatumba, kinain. 所以这些个一个接着一个主轴的动词啊，都是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它是用完成貌，你看到吗？这都是用完成貌来表达的。那么大野狼来了 Dumating, napatumba, kinain. 好，大野狼来了之后呢 ，dumating， 接下去呢 ，napatumba 啊，就把它吹倒了。吹倒了以后呢，当然第2只小猪也进肚子里了。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动词一样是完成貌吹倒了，吃进肚子里面都是完成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接下去第3只小猪的家，一样的来了，然后呢吹倒 Dumating, napatumba. 对不对？这都是非常重要一而再再而三啊，同样的动作反复出现，也是一样。你看到有完成貌，还有下面的吹倒也是 PFV 完成貌。好，那现在大野狼更狡猾了 Umakyat. 好，这个有一个motion verb 向上爬到上面去，那爬到上面去，爬上房顶呢，也是一样 PFV 完成貌。好，接着呢，第3只小猪看见了大野狼 nagita， 接着呢，他就做了一件事情，点了一把火，不仅点了一把火，而且还把那个水缸放在那个火的上面，所以有3个主要的动作。Nakita, nagparinas, naglagay. 好，一样的，它是 PFV 已经完成貌。然后呢 Gumapang, nahulog, nagtapos. 好，那 gumabang 爬下去爬了之后呢 nahulog 掉了之后呢就此结束了 natapos 生命结束了。所以你看呢，一样的，这是有完成貌、完成貌、完成貌，这3个都是如此。最后呢 Inimbitahan, sinabi, natutunan, nabuhay. 所以最后呢，那个小猪，第3只小猪，唯一生存的小猪要邀请他的妈妈来，所以邀请这个动作来了之后，妈妈当然要发表感言，对不对？妈妈说完了之后呢，下面在说的内容里面，妈妈特别提到要学会这个法则，才能怎么样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所以这里有4个主要的那个连贯的主轴，一样的。这边你会看到 PFV 从头到尾这4个都是如此。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主轴。那么故事主轴的动词，如果我们分类，把它放在我们下面的这个词汇表里面，你就会看见这里是 动词，然后接下去是 mag 动词、妈动词这个妈动词呢是静态的动词也是主视焦点里面的第4类
我们前面并没有真正讲过，但是这是一个静态动词，也是主事焦点。接着呢，我们就看到受事焦点也一样有能力动词，它是妈前缀。然后呢，我们下面是有处所焦点，处所焦点也有它相对应的能力动词。最后一个是工具焦点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菲律宾语的老师来念一下。Dumating, umakyat, gumapang, nagtapos, naglagay, nagparingas, nahulog, nabuhay, sinabi, kinain, nakita, napatumba, inimbitahan, natutunan, itinayo. 好，那么看完了动词以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里头的代名词。哇，这个代名词可是精彩了。我们把这个代名词全部放到我们的表格里面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里的kita， 看到我们老师曾经讲过 kita 是勾嘎的意思啊，我是你的什么什么，或者我做什么在你的身上。那当然 kita 不会在我们的表格里面，但是只会有勾跟嘎在我们的表格里面。这里的蓝色的部分呢，都是在这个课文当中已经出现的人称代名词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蓝色的代名词可以提前也就是这个处格标记的代名词是可以提前的，作为所有格代名词的用法，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课文里面的例子。Sila, kanila, kanila, sila, kanila, ninyo, ninyo, inyo。对，你看到这边对不对？代名词的使用这么多，他们、你们这都是那个妈妈在谈到你们人生未来要生存之道。好，同样的，在我们的主语素的翻译里面，你也会看到这些代名词出现的位置。